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家的汉堡。前几期彼得被卷入不少父子纠纷，似乎一夜之间人人都有爹或者喜当爹，只有彼得在犯罪父子手上苦苦挣扎。现在更是遇上了一对外星父子，屠杀打算杀掉蜘蛛侠，毒液当然不允许。爹和儿子为了一个男人当场打了起来，摩多赶紧出来阻止，机器到手。现在重要的是将多玛姆送来地球。比起毒液的不耐烦，屠杀是有些恐惧并期待多玛姆的到来。两人匆匆离去后，乔纳发现地上昏迷的蜘蛛侠，他正准备摘下彼得的面罩，战争机器立刻出手阻拦了乔纳。乔纳的通行证被碾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现场。不过战争机器伤得不轻，托尼·史塔克拜托彼得将战争机器送去医院，并承诺一会儿他就派出新的帮手来支援。另一边，外星父子相看两相厌，毒液见恩情回报完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多玛姆的基地。多玛姆觉得毒液可有可无，现在的他反而更看重屠杀。多玛姆命令屠杀去收集生命能源，屠杀立刻就在广场上开杀戒，抽取了不少人的生命力，就连坦克都能被他轻松掀翻。见蜘蛛侠再次出现，屠杀本想再打一把，但他体内的能量蓄满，不得不离开。另一边，离开的艾迪找上梅姨，梅姨告诉他彼得去了报社。玛丽简记得彼得很不喜欢这个艾迪，他立刻质问艾迪找彼得有什么事，结果艾迪上来就助攻了一波，真是个聪明的女孩，也难怪彼得那么喜欢你。这杀伤力极大的一句话，直接将玛丽简震在原地。此时乔纳还在报社和托尼争执，他认为艾迪就是怪物，却遭到卡夫卡医生的反驳。毒液赶到现场，他控制了乔纳就要下手，卡夫卡医生不断劝导艾迪，乔纳死里逃生，可毒液已经控制了艾迪的思维，导致他一看到蜘蛛侠就来气。好在这时钢铁侠出现，他冲着毒液就是一记庐山升龙霸，钢铁侠靠近还要输出，毒液一个过肩摔把他抡在地上。卡夫卡医生连忙上前阻止，艾迪恢复意识，立刻带着卡夫卡离开了现场。彼得拉起钢铁侠向他道谢，俩人一同追了出去。另一边，屠杀收集的生命能量还差一些，他需要再收集一些能量来填满黄金瓦，才能释放多玛姆。彼得在追艾迪的半道上被蜘蛛夫人给拽进了空间，蜘蛛夫人给他看了艾迪和卡夫卡目前的状况，原来艾迪对卡夫卡心动，萌生做个普通人的想法，正好卡夫卡医生对他也有好感，他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康纳斯博士，在这里除了蜥蜴人，你永远可以相信康纳斯。于是两人赶到康纳斯博士的实验室，对方利用声波逼出艾迪体内的毒液，将他用钳子关进了隔离罩内部。卡夫卡和艾迪相视一笑，像劫后余生一般拥吻在一起。蜘蛛夫人让彼得暂时别管这两人，现在最该担心的人是屠杀。卡萨迪已经找上了李锦都，彼得闻言立刻赶到现场救下了李锦都。屠杀掉头就走，彼得追上楼，两人在屋顶大打出手。彼得的蛛丝发射器被屠杀堵住损坏，广告牌的支撑点被屠杀折断，瞬间压住了彼得。这时李锦都赶到现场，但实力差距太大，上来就给屠杀送了波能量。彼得挣开广告牌和屠杀扭打，摔下了楼。这时听闻屠杀在附近的卡夫卡医生本着拯救每个病人的想法赶到现场，结果一出车门就让屠杀抽取了生命力。彼得来不及阻止屠杀的传送，他失手后开始想蜘蛛夫人说的助手会是谁，敌人的敌人。艾迪的名字出现在脑海中，彼得豁然开朗，他立刻赶往康纳斯博士的实验室，希望艾迪能说出魔多的老巢，这样他和钢铁侠就能想办法救出卡夫卡医生。艾迪却认为他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付多玛姆，说什么也要和毒液再次融合。康纳斯说艾迪的身体不能再接受第3次剥离了，再融合之后就真的变不回艾迪了。可艾迪还是趁着三人不注意，一头撞向了关着毒液的罐子。为了救出卡夫卡医生，艾迪暂时还保留了神智，他答应和彼得合作，边带路赶往魔多的老巢。这时魔多和屠杀已经打开了召唤多玛姆的传送道，钢铁侠赶到后用光束赶走魔多，毒液和屠杀父子相残。艾迪打飞屠杀，看见了昏迷的卡夫卡医生，哪里还顾得上打架？屠杀趁着这个机会将黄金瓦丢进通道，通道充满能量后，多玛姆逃了出来。彼得见势不妙，拜托两人引开注意，自己则去操控转化机器。在钢铁侠和毒液的牵制下，彼得成功逆转了机器的程序，通道内的生命力返回给了那些被袭击的人们。多玛姆还没来得及发威，就被程序倒吸了回去，实在是丢人。不过多玛姆和屠杀建立了契约，只要屠杀还在，他从通道中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毒液抬手将屠杀也扔进了通道，屠杀垂死挣扎，抓住了卡夫卡医生。艾迪为了心爱之人，自己跳进通道，撞开了屠杀，最后两人齐齐消失在通道内。最后钢铁侠毁掉了面前的传送机器，显然不给多玛姆留后路的机会。彼得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艾迪居然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时蜘蛛夫人又找上门，她没有明说，而是提醒彼得要做好危险随时会降临的准备。而钢铁侠毁掉机器后，托尼就停止了空间转移的研究，他想让负责人换个项目，但欧文博士认死理，遗弃追下令的包袱离开
开了史塔克工业。金并恰逢其时的递来投资，欧恩博士便咬牙答应了下来。金并看出他的不情愿，于是在实验室放了个漂亮的女研究员，一通美人计下来，欧恩被安排的明明白白。金并需要这个技术用来完成交易和计划。另一边，彼得和玛丽简正在游乐园约会。最近一段时间，纽约还算平静，作为蜘蛛侠也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哈代也在这个游乐园，上次那个请吃饭的富二代又约了他出来。哈代有段时间没有看见蜘蛛侠了。他甚至在想要不要找一段稳定的感情。欧恩博士的研究出现了大进展，但他却在实验过程中不慎跌落进传送通道，导致黑色的传送洞口出现在纽约的各个角落。彼得和玛丽简约会的游乐园刚好被波及，情况紧急，彼得又放了玛丽简的鸽子，虽然救下了过山车上的乘客，但他自己却进了黑洞中，和欧恩博士擦肩而过。彼得瞬间被甩出通道，这时他距离游乐园足足有1小时的路程，而欧恩博士在通道中意外获得了超能力，出来之后他就能随意穿梭在这些通道内部，甚至操控和使用这些通道的力量。欧恩见研究成功，激动地向女研究员表白了。谢尔维亚有些犹豫，他岔开话题，打开了电视。两人发现此时的外界已经因为黑洞乱成一锅粥。欧恩赶紧将这些传送口收回，但第一次使用能力太过粗心，他遗漏了一个出口。见事情闹大，欧恩拜托谢尔维亚瞒住金并，他不能让这个传送通道落在金并手里。金并果然来到办公室问研究进度，欧恩博士找了个借口忽悠过去，他打算自己创立一个研究室，虽然那需要很多钱，但他现在拥有快捷来钱的能力了。另一边，康纳斯博士研究了这个小型黑洞，发现那是由电磁波构成的通道，和斯塔克工业的研究有些相似。而彼得因为昨晚放鸽子的事情，惹得玛丽简非常生气，甚至连看都不想看他。偏偏哈利也在埋怨彼得把玛丽简抢走了，彼得是百口莫辩，找不到解释的借口。祸不单行，纽约市上空藏着的黑洞越来越大，彼得却撞见了正在偷盗银行存款的斑点。见斑点由黑洞运钱，彼得确定了他就是前段时间乱丢黑洞的罪魁祸首。彼得刚要出手抓捕斑点，对方那个空间传送的技能实在 bug， 彼得不敌斑点，而斑点也不想跟他打架，于是斑点打开通道，让彼得作茧自缚。他打开通道，把人吊在了自由女神像，继续自己的搬运工作。彼得挣开蛛网，通过黑洞散发的电磁波定位了斑点，立刻追了过去。这时和哈代约会的富二代带着他去珠宝店买戒指求婚，哈代还有些犹豫，斑点已经杀到了珠宝店，准备抢劫。彼得追踪过来，却被斑点再次逃脱。哈代终于看见蜘蛛侠出现，心中激动不已。他问蜘蛛侠是不是在躲着他，彼得却说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关系。蜘蛛侠这个身份太危险了，他不会牵扯无辜人。而逃走的斑点带着财物返回实验室，结果撞见了西尔维亚在给金并告密。斑点质问西尔维亚为什么出卖自己，西尔维亚却说他本就是金并的人，金并的黑暗势力太大，欧恩和他作对只有死路一条，他不敢拿两人的生命去赌博。斑点听后决定造反，他找到金并，打算利用自己的能力推翻对方，但金并抓了西尔维亚做人质。斑点面对爱人被威胁，只能放弃攻击金并，于是他在金并的胁迫下主动找到了蜘蛛侠，并对他发起了攻击。彼得这次学聪明了，既然通道是双向的，他干脆靠着自己的蜘蛛感应，一拳将斑点捶倒在地。见斑点失魂落魄，彼得之前跟他交流过，他知道斑点缺钱，但不会主动袭击别人。于是彼得问清楚前因后果，配合斑点演了一出戏。他充当人质进入金并的犯罪大楼，本打算配合斑点一起拿下金并，但金并只是看起来胖，他体脂只有2%，力气大的足以勒死彼得。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整个纽约一阵震动，遗漏的空间越来越大，再这么下去，整个地球都可能被吞进去。斑点觉得自己控制不了那个黑洞，彼得却让斑点带上最开始出现黑洞的仪器，增强能力，或许这样能将黑洞收起来。金并见事情恶化，立刻放弃了攻击，甚至提供了飞机帮助3人上天收束黑洞。他不是蠢货，一旦地球被毁了，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命都得丢了。但斑点的力量还是差了些许，最终他决定牺牲自己，摆平闯出来的祸。西尔维亚不愿意抛弃斑点，也跟着他跳进了黑洞中。黑洞收缩的太快，这对苦命鸳鸯的结局不得而知。彼得经此一事后，他开始思考，或许自己能为玛丽简放弃蜘蛛侠这个身份。没想到玛丽简比他还快一步，他接受了彼得时不时的突然失踪，因为他知道那是彼得的工作需要。而玛丽简喜欢彼得，所以他会为了对方改变一些想法。可恶，彼得，你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捏家的汉堡，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